欢迎来到明星新闻 MKN Star News 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顶流女星迪丽热巴为杨幂收拾残局，却因其一句话下不来台，接35个广告狂揽37亿代言费，坐拥450万兰博基尼，被男粉用劳斯莱斯求婚3年，至今却仍然住在酒店。为何当红流量迪丽热巴不给自己买豪宅？之所以出道9年来名下没有任何房产，是因为她不是在赶通告，就是在赶通告的路上。因为平时收获的资源太多，迪丽热巴根本没有时间过自己的生活，即便是得空也要背台词，干脆她就常年住在了附近的酒店。其实她本人也没有想好到底要定居在哪个城市，但趁着事业上升期多积攒一些资本，到时候想住在哪都是热巴说了算。不过细算她这么多年住酒店花的钱，也足够买一座豪宅了。虽然热巴没有豪宅，但是她名下的豪车却不少。她不仅有一台100多万的宝马 M5， 还有一台保时捷911，甚至售价高达450万的兰博基尼她都有。不仅迪丽热巴有钱，她的粉丝同样毫无人性。此前有横店富二代之称的某位男粉求婚迪丽热巴的视频，曾一度爆红网络。他不仅拉了横幅，身后还摆放了一辆价值500万的劳斯莱斯做求婚礼物，出手实在是太阔绰。不过想娶到热巴的男粉可不止这一个，除了横店富二代外，还有开跑车求婚的，更疯狂的则是直接拿着钻戒冲上了热巴所在的舞台，实在是太莽撞。好在理智追星的人也有很多，此前赶上迪丽热巴过生日，有粉丝就为她一掷千金，在韩国买下了29块广告牌，附上了热巴美照，并且一买就买了1个月。而国内的牌面也不能少，迪丽热巴生日当天，苏州双子塔和长春4联动都被粉丝买下，晒出美照为热巴应援。粉丝群体如此庞大的迪丽热巴，很快变成了当红的4大流量小花之一，而金主爸爸的资源也纷至沓来，她的身价随之水涨船高。虽然迪丽热巴2019年输出了0个作品，但她仅这1年就接了35个代言，总费用更是高达37亿，说她是流量女王竟一点儿都不过分。然而她的时尚资源却很虐，有时候走红毯所穿的礼服，竟然都没有关晓彤的逼格高。甚至在北影节红毯上，吴谨言都可以穿上高定礼服，迪丽热巴穿的却从第三方购物网站上就能买到，售价也是3万多块。由于高定礼服难借，所以女星能穿上高定这件事，就成了时尚资源好的象征。吴谨言其实热巴之所以没穿过几次高定礼服，是因为她造型师借不到。早前杨幂也因为造型师的原因，很少穿当季高定，后来换了造型师后才好起来。虽然热巴很少有高定礼服傍身，但她的造型似乎没有一个不出圈的。不管是玫瑰庄园，还是复古名伶，分分钟都能惊艳众人。而她也因此成为了新一代毯星。不过迪丽热巴不是没作品，只能靠红毯出位的女星，毕竟她背后可是有杨幂这个大资本狂砸资源力捧。然而她也有被坑的时候。恐怕迪丽热巴本人都没想到，自己会因为老板的一句话下不来台。2015年怦然心动的发布会上，主持人突然要求毫无准备的热巴表演才艺，因没有被提前告知，热巴只好求助的看向老板杨幂。谁料爱开玩笑的杨幂非但没有帮她，还打趣的说到迪丽热巴会18种语言。于是主持人便想考一考她，让她用多国语言做翻译。刚出道不久的热巴瞬间乱了阵脚。无奈的他只能磕磕绊绊地展示语言才艺，场面一度十分尴尬。然而杨幂作为老板却没有要解围的意思，最后还是李易峰走到迪丽热巴身边帮她打圆场，两人这才一起缓解了现场的尴尬气氛。然而这并不是杨幂唯一一次拿热巴开涮。后来在《3生3世》时李桃花的官宣直播中，杨幂干了出格的事，却要迪丽热巴来擦屁股。当天杨幂一到现场，就打掉了工作人员的手机。得知对方已经在直播后，杨幂还是没有收敛，再度拍了他的手机。不过主持人这次却拿稳了。可能杨幂本人也察觉到了尴尬，很快她便把迪丽热巴叫了过来，让对方帮自己收拾残局。彼时杨幂手中拿着一张专辑，随即交给了迪丽热巴让她做介绍。可当热巴介绍的正认真时，杨幂却在一旁捂着嘴笑，并不忘继续出难题。好在机智的热巴反应及时。只不过杨幂刻意让人尴尬的行为似乎太明显。虽然杨幂对热巴开的玩笑偶尔有些过度，但平时两人的相处却一直很和睦。比如记者询问迪丽热巴最想对谁做公主抱时，
他便会不假思索地说出杨幂的名字，而且在他心中没有第二个人选。不仅如此，当被问及最想和谁演双女主戏时，他也只想和杨幂一起。其实杨幂对迪丽热巴也同样照顾，两人一起参加颁奖典礼时，杨幂会帮迪丽热巴整理裙摆，而杨幂成为这些年来在公司也只捧迪丽热巴一个人。此前迪丽热巴出演漂亮的李慧珍，并夺得了金鹰视后的奖项，离不开杨幂在背后的推波助澜。然而自从她拿下这个奖后，就遭到了网友的群嘲，大概意识到营销有些过度了。迪丽热巴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没有再出面演戏，直到她出现的一次事故，才让大家重新看到这个女孩身上的闪光点。迪丽热巴用自己的身体给所有想红的女星上了生动的一课。2019年，她受邀参加了北京电影节的开幕式，并担任芭蕾表演的嘉宾。谁知表演结束后，热巴还没退下场，升降台就突然启动，脚底踩空的她不慎摔了一跤，整个人摔出了几米远。这件事放到普通人身上，一定会痛到不想起身。可迪丽热巴刚滑出去后，就立马起身跑下了台。事后她到了后台，还捂着脸不想见人，觉得自己的行为太丢人。然而这件事的起因其实是后台工作人员的失误，热巴却没有加以责备的意思。很快节目组便发文对迪丽热巴表示了感激。趁热巴早在电影节开幕前几天旧伤就复发了，因病情太过严重，她一度疼到不能上台。但迪丽热巴不想让参与人员之前的功夫都白费，于是决定打止疼药，以完成原定的演出。原来她不仅随机应变能力强，还十分敬业。而迪丽热巴官方也发文称她只是摔出了轻伤，并无大碍，可是却有好事儿，网友觉得她是在卖惨。然而迪丽热巴并不需要以此博眼球，在没有人看到的地方，她的人品也十分经得住考验。2018年，有档节目偷拍明星私下为人，迪丽热巴就是被拍的一员。当天有位假装残疾的人毫无防备地摔倒在她面前，一开始迪丽热巴被吓得惊声大叫，但很快她还是平复了情绪，察觉到对方并无恶意后，立马走上前和友人一起将残疾人扶了起来，并且热巴还叮嘱他要小心，对整件事没有任何的猜疑。其实这档节目还拍摄了其他艺人，比如刘昊然、马丽都在其中，有扶的也有假装看不见的。迪丽热巴作为被测试员，自然也是毫不知情，而这也足以看出她有多么善良。其实热巴虽然被炒水后多年，但她对表演工作的热爱和认真是值得称赞的。早前热巴还在艺术院校学舞蹈时，就十分清晰地告诉老师，自己的梦想是当演员。而很快她的颜值就成为了帮她实现梦想的利器。2012年，杨幂首次担任制片人，就把身边的助理们派去各大高校为微时代选角色。五官优越的迪丽热巴很快被看上，参与了出演。后续成功签在杨幂旗下的热巴，又正巧赶上了杨幂对赌协议的那3年。为了帮老板实现业绩，努力的热巴3年间全年无休，把工作行程排得满满当当。多年来，她几乎每一个跨年都要在工作中度过。而长相富有辨识度的热巴也很快被外界关注到，颜值和为人都为她吸引了不少粉丝。如今迪丽热巴凭借自己的人格魅力晋升为了新晋顶流女星，期待她此后出演更多的作品。感谢您观看视频，请订阅我们的频道以支持我们。